fall asleep tonight. Till we're together, what else can I do? Shut my eyes and hope my dreams come true. I'll be sweet, sweet, sweet dreaming of you. Oh. 阿顺，来看你的这里。来，让我来看看今天是谁。你们看了跟我讲是谁，看我猜的对不对？这么多集以来，这一集是他们不告诉我，连一点点的线索都不要给我的嘉宾，让我来看看是谁。哇，地灵出俊杰，扬帆而来，这两个吗？今天俊杰我当然知道啦，林俊杰先生，林俊杰弟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吗？你真的来啊？你真的来吗？我好感动啊！谢谢谢谢，如果真的是你的话，真的谢谢你。因为俊杰姐姐有没有上过新加坡的综艺节目？没有，对不对？哇，太有面子了。你为什么会猜到俊杰？因为你都写得这么清楚了，俊杰，杰杰啊。扬帆而来，扬帆，台湾的艺人吗？不可能吧？还不赶快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问声好？啊，新加坡我们大家好。哇，你们厉害嘞！请一个姐姐来就已经很厉害了，还有多一个，啊？好吧，既然你们请到他，我就要认真的煮一下了啊！因为之前来的嘉宾都是认识，但我也是认识他啦，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跟他合作过那个 MV 嘛，对不对？如果爱情是场远征的我选。哇，我会怕嘞，我怕煮不好吃嘞，不好吃丢脸嘞。哇，真的不敢相信你们请到他你猜而已吗？我们没有做事嘞。是吗？你们没有做事吗？我这个阿顺有主义的8集里面有7集，我知道会有哪些艺人来，只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出现在哪一集哪一天拍摄。那有1集是我完全不知道的，就是你们不要跟我讲嘛，谁会来嘛，对不对？那我要想，那我不知道他是谁，那我又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所以我就选择了这2道新马的人大多数都是爱吃的，就是肉骨茶跟红烧猪脚。我传了简讯给 AP， 他们说，那个猪脚，请那个老板帮我砍一半，真的砍一半吗？但是我的一半是这样子的一半吗？怎么办？我的刀可能砍不到啦，砍不到了，完蛋了，很烂了。现在你看变成，有压力哈。我没有压力。你们不明白怎么样的一半，你是不是会问我啊？我叫你们买，难道我要拿多一个猪脚跟你们讲？这个砍一半，那倒不如我自己带的更好，对不对？要不要蹲在地上？不是蹲不蹲在地上的问题，是这个刀的重量没有办法砍这个猪的大骨。你要叫姐姐这样吃咯，你们自己解释 ，OK？ 有没有那个斧头？铁锤，给我铁锤来，对，铁锤，铁锤。我在做铁工，幸亏你们有铁锤跟你们讲，因为真的啦，如果在家砍，真的是很危险的，砍不到，砍到利手怎么办？猪脚不用煮自己的手啊。OK， 现在那个猪肉跟猪脚啊，还有那个3层肉要过水，然后把那水给煮出来，不然的话，那个肉啊，你煮了之后呢，会有一个骚味。你不要滚那个水哦，一定要冷水开始煮起。如果你是滚水，然后你丢进去的话，它肉直接缩，那个血水就出不来了。所以要慢慢的提温。OK， 我现在要开始煮那个肉骨茶的茶。这个茶包你要买新加坡的也可以，要买马来西亚也可以。那我买的这个是马来西亚8升的，我不知道姐姐他们喜不喜欢，但是我相信他应该会喜欢啊，因为他本地人嘛，然后再加上他也常常到海外去工作。像你的心目中就姐姐了，你的杨帆呢？我猜不到是谁，我真的猜不到哎。你想一想刚才那个音，杨，我认识姓杨的演员吗？
我真的猜不到哎，外国艺人吗？也是歌手吗？女生啊？不是嘛，对不对？杨，我认识的有谁姓杨的？有姓的吗？对，名字有吗？哦，俊阳。哦，两兄弟。俊阳，我刚刚去看他的 concert， 是吗？是俊阳吗？乌敏岛，我们来了。你来过乌敏岛吗？我小时候来过，小时候可以算是从船上长大啊，因为小时候我爷爷是开船运公司，然后他们是负责载那些水手，所以我蛮熟悉那种海上的感觉。我是第一次来到乌敏岛。你第一次啊？那你刚刚这样的感受？哇，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有那种刚崩的那个 feel 哎，就有那种新加坡以前那种50年代渔村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以前都只能在社交媒体上看那些照片啊，我是从来都没来过哎。电视剧上看到很多乌敏岛的画面，电视剧，小时候的电视剧啊。老师早，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了。其实我走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看到哇，这是一个新加坡几乎已经没有的一个环境了，所以看到这个我就其实还蛮想念那种可以非常的悠哉，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忧无虑的，然后就会有灵感，就会想要把当下的心情、听到的、闻到的、呼吸到的空气，去把它体现在音乐里面。All right, man， 这时候我们要上车去民宿大哥的乌敏岛的家。哦，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我等下跟他们见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陌生感吧，因为我们不是常见面的，也没有见过很多次面，感觉好像刚刚认识的朋友一样。但其实我跟他拍 MV 的那个时候有聊天有说话，但是也就一次机会啊，但是也不会说有隔膜，不会，绝对不会，因为其实哦，像我们这种游子啊，就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去到海外，去到哪个地方，碰到自己来自于自己地方的人，很快就熟了，很快就可以打成一片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我真的蛮感动他们两个来。OK。好，我现在是要来煮这个汤喽。我觉得啊，今天的嘉宾很生囊啦。之前的嘉宾当然都会帮我做一些琐碎的工作。赶快去采咖喱叶那边，咖喱叶。我这在哪里？你那个叶子起码要50朵啊！我要敲那个钳子，这样打烂它，对。一些琐碎的工作了。但是这次的嘉宾，可能他们有他们的状况，不能够提早来，所以呢，我只好自己动手，没有关系，因为我今天安排的食材呢都是没有这么麻烦的，煮汤是很简单的。这个肉骨茶哦，是我上个礼拜学的，因为其他7集的嘉宾的菜我已经想好要煮什么，只剩下这一集，我就很头痛，我就想，那万一我煮到这个东西他们不喜欢吃呢，怎么办？我就一直懊恼，在家里下面懊恼，我老婆突然间，不然你煮那个肉骨茶啦。我想，对哦，肉骨茶，所以我就煮给他们吃，我老婆们先吃，我看他们吃的样子应该可以了，我就决定用这道了。所以我这8集煮的所有的菜，我的老婆都吃过的。文峰会喜欢吃这些东西？哦，是我老婆喜欢吃的。你不要看她这种瘦的，她很敢吃的。她也有吃猪脚，也有吃排骨，也有吃肥肉，她都有吃。基本上我煮的，她都有吃。对。咖喱，等一下他们2个来讲不好吃嘞，不喜欢这道菜，请他们回家。不会不好吃的，至少一定有一样是好吃的，真的。这个是弄成那个糖浆，然后等一下焖那个猪脚用的。阿叔你要快咯，你的嘉宾要来了，你要不要去迎接？ OK， 好。我现在就开始炒猪脚了。我先把这些姜啊、辣椒下去爆香一下，一点点黑酱油，一点点蚝油。OK， 可以加水了。在入口咯。你看
看你一直催我，差点忘了放这个。放完之后呢，就可以把它移过来这边。OK， done。OK， 洗个手。好，下车了，下车。耶！哇哦，哇！名正言顺街，哇，在找明顺哥。名正言顺，为什么那个街感觉好长哦，好远？街有点长。车位啊，为什么那车？对啊，我就想说那车不开我们。要我们自己再让我们近一点啊！徒步嘛，因为要感受一下大自然，先身临气。我的中文没有很好，我也是哎。顺理成章侍弄 ，Lorong Four 顺理对，成章，代表我们走对了，侍弄。所以下一个会下一个会几号？顺其自然三项，我们越来越靠近了，感觉，一直在倒数。43，到底2是什么？你要不要猜？要有顺弄，要有明或要有顺。应该有理了，我觉得2应该有一个理了，理要出现。常往来2号，这个理常哇，往来。我的嘉宾来了。那个理常往来不是那个理耶，听起来像一个嘴。哇，笑这么大声的，应该是很开心哦。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牌子，有一个牌子。哎，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是他们叫你们2位来。真的吗？真的。哇，我猜到他，我没有猜到你。你猜到我？我猜到你。哎，厉害！真的，因为我在想，那天有一个助导讲多了，他讲我们这个制作没有 budget 了，所以不要去想太过，然后不要去想。我说，哎，既然他这么讲，我要反过来想啊，就是有 budget 了，所以你们是有 budget 的。其实也是没有 budget， 有，因为我人本来就在新加坡。哎呀！然后我这个节目叫阿顺有主意了，就是有煮的煮。今天有什么主意？等一下你们看，你们猜我煮给什么给你们吃？我们已经猜，我就猜了，我猜海鲜。你觉得他会准备什么样的食物给我们？你觉得？我觉得来到无名岛一定要吃一点不一样。哦，我是在想海鲜呐。我想如果来这边他煎西餐牛排给我们吃，会有点冲突感。哦，应该要吃一些 Asian delights。OK， 尤其是新加坡的一些美食。我想有猜到咖喱吗？咖喱吗？咖喱煮给别人吃了。吃过了，吃过。海鲜也我在想海鲜给别人吃了。我还想说你会烤也是烤给人家吃了。哦，烤过了哦。难道我们今天吃沙拉？还是从那个甜品店直接对，还是水果，就是沙拉，因为我知道你们很健康，所以不敢煮给你们吃。啊，没有，我们没有健康哎，我们没有啦，开玩笑。我今天没有很健康。我们到里面去看，你就知道我在煮什么给你。好，来，我看一下。其实没有很丰盛啊，只是一种感觉啦。OK。然后主要是请你们来看这个环境啦。哇，对，这个是我花了，我入行到现在赚到的钱就是买这个屋子。没有，怎么可能？这块地啊，不是这个屋子算什么？地才是厉害，地是租的。OK， 哇哦！我先不要打开，你猜什么煮给你们吃？肉骨茶。肉骨茶，耶！哇，哎，我喜欢这个黑汤底的，好香。味道是有了，好不好吃我不知道了。味道最重要。这个是猪脚。猪脚，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你吃猪脚？我最爱。真的这么幸运，我真的选了2道你们喜欢吃的。我跟你说是真的，真的爱猪脚，真的是真的。真的是中了，真的是中了我的心。每次在海外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菜，尤其是肉骨茶，然后猪脚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小时候妈妈常常做给我吃，所以最想念的还是妈妈做的菜嘛。因为我在想，因为我不知道是你们嘛，就选2个是大致上新马的人都喜欢吃的材料。如果不吃肉怎么办？
就马上采来给你吃。我跟你讲，采了还有这个吗？对啊，有啊，你看香菜很多啊。对了，对不对 OK，你们对这边感觉怎么样？很喜欢呢，这是我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现在有没有马上就想到什么旋律出来了？有啊，你给我一把吉他，我们就唱。哦，真的啊？对我们没有准备吉他，有没有准备？没有。哎呀，你们请他们了，你们没有准备。我以为有 surprise 哦。对啊。没有清唱，我们 acapella 可以，你先上啦。借一片云爱着，几人真珍惜的，记了。还是近还牵着，我的歌词都忘记。我也是不会跟你没有唱歌词，我也不会跟。很有海边的那种感觉，对，清风凉爽那种感觉在吗？岛上有哇阳光阳光，感觉你看那个树的那个 insect 的声音，你看，我们很难得可以听到一些声音，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少有跟大自然在接触了，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做歌的话，应该是跟大自然有关。跟自由有关，跟快乐有关。讲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在高中哦，你们是同年级，同年而且同一个高中学校，这是同时喜欢音乐吗？同时同时因为我们是在食堂里面认识的哦，因为我们都会带吉他，我带我的吉他，他带他吉他。哎，你怎么会带吉他？结果发现我们都是动力火车的歌迷啊，是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这边唱一些动力火车的歌。哦，对，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有骑车，对啊，骑车有骑对不对？我们今天要骑车吗？要骑车吗？我叫你们骑脚踏车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有骑脚踏车，另外一个是骑了之后，等下可以吃多一点哦，多吃一点，就算 OK 没有饿一点，东西不好吃都会觉得好吃。心理战的。 OK， 走。我就骑我这个钢蹦拜。给来了 ，Let's go， 我们带一个第一次来的人走哈。对，就是我。但是在这里骑要注意的就是它很多斜坡哦。你知道重庆吗？重庆在这里骑脚踏车跌倒，哦呀，门压不进去。姐姐你好，嗨，你好，好。骑车要小心，因为如果在很多人的地方，要顾到，比如说有小孩子，是他冲出来你不知道，冲出来你要反应要够快。是。哎，我觉得骑脚车不错，真的，我有考虑，很舒服，而且因为你骑车，你可以到一些开车不会到的地方。骑脚踏车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来锻炼身体，来跟朋友交流，然后也可以靠近大自然。我是觉得骑脚踏车就是比较好的那种有氧的运动啊。对，是真的。像我们有小朋友，对不对？他睡觉了，我们就可以出来运动了啊。而且什么时间都可以哈。对啊，晚上也可以。对，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是一个自己会喜欢珍惜的车子，然后你就会想说常常去骑。对了，我们有借口可以买脚踏车啊。肯定听到啊。OK 啊。我这个说话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有老婆小孩，我没有，不用交代，有没有？我觉得男生有时候碰在一起，不管你的年层是差多少，运动一定是会聊到的，或者聊球赛，聊什么，所以就会变成很多话题聊。哇，下雨了。对，来了。我再做一些小小的东西就可以开始吃了。OK， 我真的有点饿了。对，真的运动量起来就更想吃了。对。你看
两个歌手在一起，空闲的时候就去唱歌。我哪来？我不敢再提这件事情。什么呢？就像我不敢提我演过戏一样。你没有，我也没有演过戏，我没有演过戏，没有。我跟你讲，我唱歌真的是完全找不到感觉。我不行，我真的唱歌我享受不到。我每次以前有去 event 啊，说到要唱歌哦，我的心就一直开始跳了，我就一直很紧张到做完那个工作我才 let go。我觉得唱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跟我拍戏一样，我拍戏也是我很怕。我几年前接了一个，我3天3夜都睡不着。是吗？我觉得拍戏很辛苦因为你老婆常演嘛？对啊，之前你演什么那时候演什么？我那时候跟他对戏，我也是很 stress 啊。你觉得我们两个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啊？我真的觉得拍戏很多东西要记，没有啦，唱歌因为你要记得你穿什么啊，要接戏啊，煮饭可以煮饭，煮饭最好，煮饭没有压力的，当然 best。没有，我们到现在拍戏还是会有压力的，你还是会有紧张的时候的，因为每个人对的角色的难度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这个角色很容易，有些人觉得这个角色对他很难。当你难的时候，你就会紧张，还是会有的。而且你每次合作的对象不一样啊，对，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对，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最怕哪一种角色？我最怕演那种很端正、很斯文，然后满嘴就是很有学问那种。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这种人啊。我像吗？穿拖鞋这种。其实我一直以为你是这种人。不是，真的假的？穿西装上骗到了，我骗到了。我觉得他很做自己，然后每个阶段都非常的透彻的把自己的个性跟想说的就直接说出来。我觉得这很棒哎，即使他已经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但是他回到他的生活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刚崩的人。但当他上场的时候，看他的戏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模样。有一点，好，我们可以开始了是吧？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可以啊，来吧，来吧。我的汤已经煮好了，我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要炸那个腐皮。OK 啊，完了 OK 呀。哎，我想问你们了，你们在每一天都会哼歌吗？蛮长的，蛮长，应该是无意中会。哦，是吗 ？OK 啊。等一下我的这两锅东西一开啊，你们要哼什么样的歌都可以，它给你什么感觉？哇！1、2、3。冬和暮年分散过，烽火连天不休。rock 非常摇滚，你知道因为摇滚会穿皮外套，所以一打开就是皮外套的感觉，漂亮。我已经可以想象另外一首歌是什么，这个是什么？1、2、3。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八股的油条。为什么？因为巴古德要配油条，一定要。哦，真的哎，我有准备油条哦。真的吗？有。OK， 好，我马上炸那个腐皮给你们吃啊。你们唱歌给我听就可以了。你们有唱歌跟没唱歌，我的菜出来的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你已经煮好了耶，没有呀。炸也要功夫的，心情好炸了就好吃，心情不好炸出来就很难吃。下雨了，又来了，哎，出去又来了。不要这样啦，我的口罩都戴了，对不对？应该又来了。哎，要不我拿着雨伞来炸了好不好？可以。可以吗？真的？我拿雨伞继续炸了啊。OK， 你们先休息一下。哎，他重点是他像一只手在炸那个皮啊，多厉害啊！我们在你的后面加油！加油！唱歌啊！我来写一段好了。Christopher Lee， 哇，我的名字出来了！哎，在这岛屿，在不老无比，我就在这里。我跟你讲，我这岛一点好吃。Christopher Lee， 在这岛屿。对，你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场帮我编歌、放歌出来，你看。哇，太好了！你看，因为一直听你们唱歌啊。OK， 可以了。Too distracted man。对，下面是花的，上面是黑的。
发生什么事？然后我等雨停，我再把那个肉骨茶搬过来就好了。 OK，啊，厉害厉害厉害！快点停啦！ 我看这个雨应该是不会停了，雨太大了啦，我们还是要停一下。哦因为这位大哥们，你看，他们很辛苦了。哎，我们停一下了好不好 ？OK，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说真的，今天碰到下雨，我觉得我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下点雨是好啊，给观众知道我们以前住在甘蹦下雨的感受啊。画面不美无所谓啊，我们来这里不是要穿得很漂亮，好像去上什么 event， 不是啊，我们就是很淳朴的感觉。淳朴的东西不会被镜头给影响。我觉得淳朴就是淳朴，对。 我觉得我们碰到怎么样的处境，我觉得我都必须要去接受它。我觉得这个是老天给我们的一种考验，跟一种比较意外的惊喜，所以一定会有意外的成果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我很怀念我的以前的那种童年啊，以前的童年跟现在童年很不一样。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现在童年都是在那边用手机，用 iPad， 很少跟人沟通。对，我们都是沟通，有讲话。我小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踢球，去海边。我的邻居的玩伴叫醒我，都是从我的家的窗口，用那个树枝打开窗口，然后用竹竿推我，叫我起来，那种感觉，就在电视剧里面看到那种感觉。对，我觉得现在人跟人的交流是跟以前不一样，对，就会变成人情味比较少。没有什么温暖，少了温暖。但是很难的，我觉得。就好像我跟你们讲，我没收你的电话5天，你也是不行啊。对，哎，像你有让去接触这些手机啊？我会给他接触，我会给他，你给他接触，我给他接触。我觉得你不给他接触不行啊！你在那个年代你不给他，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对。每个人都有，他没有。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对啊 ，make sense。那你的女儿给吗？你给吗？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没有什么给她哎。哦，是啊。对，我还有限制她，比如说一天不能看太多电视机这样子。Control 是一定要了 ，Control 一定要。对。所以我是有点。那你的老婆怎么样？她会很限制小孩子？不会，她会是扮黑脸。我老婆是我儿子的天使。哦，所以你就是那个，你是黑脸啊，她是天使。那天使，我感觉天使就在你身后。是吗？啊。我要学吴宗宪一句话：见鬼了！还有没有讲他是魔鬼呢？哎呀！真的不是我在你后面呗？我的老婆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惊吓，还好我没有讲魔鬼。魔鬼如果再转过去会更惊吓，跟你讲，他的眼神一定是什么？哎，他等很久了，一直下雨。哦，你们都知道了。要出来的时候就下雨，对。等到我的这个都已经变直了。哦，所以你们知道他会来。我们早就知道了。哦，是啊。对。不然我干嘛 cue 那个老婆那个话题？哇，我觉得人人都是高手，一切发生的非常自然。所以呢，其实他们两个也可以演戏的，他们把自己说的，我演戏还好啦，不要看我的戏了，什么，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很威严。我是来看看他到底有多辛苦，因为他说他每天要自己起火啦，然后要煮东西啦，所以我说，哎，我今天一定要来看看他所谓他以前小时候
是怎么起火，或者是他小时候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真的有 surprise 到吗？有嘞，吓到我一下。太完美了，那个没有，因为今天猜到我早上他们说不懂是谁，我说不是我老婆了，肯定不是了。我出门要来的时候，他要送我儿子去读书，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不可能的。我说我老婆去一个地方工作，她要3个小时的准备时间。enough。这个可以讲的，这个可以讲，这个是很专业嘛，对不对？做筹备、做准备嘛，对不对？这是爱美。好啊，女生爱美是最好的。OK。所以我说不可能呢。又给你抓到一次，你看，你们2个，谢谢你们，哎呀，好，我们马上来坐下来吃，好不好？可以了吗 ？Yes。OK， 上菜，来。来，我舀给你们。我要大的。 OK， 好，我要大的。哇！吃吧，不要等了。OK， 凉了不好喝。谢谢大哥。好，吃吧。好喝。真的吗？真的好喝。真的好喝。有没有马来西亚的感觉？有啊。有。哦耶！这个是有点新加坡都喝不到的肉是吗？好喝。真的吗？我觉得他是一个被演戏耽误的厨神。我说的是实话，如果是满分是10分，应该是1000分。老公太棒了，新加坡的肉骨茶就是比较偏胡椒味，它马来西亚就比较药材。我觉得它在2个中间，就是找到一个很家里吃的感觉。对，有让我感受到那种家的感觉，因为以前我只有奶奶才会煮这样的肉骨茶。谢谢明恒大哥。我们也可以试一下那个猪脚，这很特别，好吃吗？好吃，真的吗？它有点那种甜醋的感觉，然后它皮外面脆脆的。是我喜欢的味道。好吃吗？真假的？里面有点辣辣的。对，我放那个干辣椒。哇，对，我喜欢。你懂我今天为什么我选这道菜，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游子啊，我们常去外国工作嘛，他也是。我觉得对家人的思念是一定会影响到心情的，对不对？像你常常出国，你一定会想你最喜欢的女人就是你妈妈嘛，对不对？你说。对啊。那你去那边怎么办？如果想他们怎么办？我只能去寻找一些我熟悉的、一些有家的感觉的东西，包括像吃的啊。我啦，没有放下。俊阳后来也抛弃我了啦。是吗？他之前在台湾也在做幕后嘛，那时候后来他就回来结婚生小孩了。对啊，所以就抛弃这个兄弟。不然以前你们是常常一起？我们常常在一起玩，是哦，一起做音乐，一起玩。其实刚才讲到想家那一块，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蛮酸的嘞，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跟慧萍结婚了嘛。所以我一个人住台湾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要懂得习惯孤独哎，因为习惯回到家那感觉就是安静的 silence， 起床也是 silence， 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只有4面墙。对，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后来没当成歌手嘛，我都回来。那一次的失败其实对我创伤很大。是哦，真的。所以你就把自己关起来吗？还是怎么样？我就很低调了，就不想好像对，就做幕前，就躲在幕后这样子。对，他那时候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我啊，你 OK？他知道吗？你知道吗？两户嘛，出来。你知道我们遇到困境或者是想要放弃的念头，你是会有一个自然的状态，你是不想靠近人群的，你会想要自己一个，对啊，躲在家里，对，尤其是在外地，对，是，我觉得那是蛮危险，蛮危险，应该是用危险这个字挺切，蛮危险，真的是，所以还是要身边的朋友、兄弟们一起鼓励，是就是一种提醒。其实你自己心里知道说，你不是不行，只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一个情况跟缘分。对。其实我觉得俊阳当初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的时候呢，对我来说，当时他那一届的歌声最好的就是他。后来他没有发展当歌手，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
我希望他多点唱歌给大家听，把他的好作品一直不断的推出，不断的留在我们这些听众的耳朵里。我辛苦的点是在于，因为我是一个新加坡人，然后我要去外国出道，要去打拼，要在竞争那么强烈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要去脱颖而出，你要让你的自己的作品能够有说服力、立足。当然回到家里也会感觉到新加坡这环境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支持一个本地歌手。那时候会觉得有压力。对。因为我好像回来，大家还是会选择喜欢听外国的音乐，或者是说你到台湾去发展，会觉得好像还是要一段时间，才能让大家觉得哦，你的音乐是符合我们喜欢的口味。所以两边都不着地的情况下，要一直坚持在这条路上不容易啊。对，是。你们有熬不过的时候吗？好多次啊，很多次的，分辨不起来。对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的煎熬？大部分还是舆论吧，因为作为一个艺人，你难免还是会被舆论牵着走。你会希望大家喜欢你的作品，认可你，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情况，那个是必须要去面对的。我最不喜欢就是大家误会我，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嘛。对啊。但是你就想要去解释自己，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可是其实你会发现，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对。尤其现在的网络世界太容易批评人家，太容易给评论了。你 PO 这个东西就 comment 就来了。对。我只能说是一句话：树大招风。我觉得他这么红，一定会有很多人对于他本身产生很大的好奇心。我觉得他应该是付出很大的代价在这方面。但我觉得其实也因为这些挑战压力，造就了现在的每个自己。没有遇到这些，我写不出现在的歌。我能这样讲，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也要感谢生活啦。对，感谢生活带来给我们的一切。对，然后当然也感谢身边的朋友，像刚刚俊阳讲的陪伴、鼓励，然后也要感谢自己，因为你自己熬过来、挺过来，其实也是不容易。是。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但是在这不容易当中，我们都很快乐。而且每一个时期遇到怎么样的事情，你会经历怎么样的心情转变，这是很难讲的。但是庆幸的是，每一段时期都可以走过来。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分享，我们的作品，能够也鼓励所有的朋友们，就是再不容易，你还是可以快乐，你还是可以守住你的心中最纯粹的那个初衷。我的情况就比较好一点，可能第一，我的性格是比较属于很容易就可以调整自己的人。就是说很多东西在心理上的障碍跟思维上的转变呢，我可以很容易的去调整它。对。再加上我去海外发展的那段时间，我已经开始成熟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是纯粹想家而已。纯粹想家。我也是很想想家真的是很痛苦的，很痛苦。对，想家是真的很痛苦。因为我有一次也是因为要出差1个月啊，我之前常常飞的时候呢，我女儿还好嘞，OK bye daddy bye， 就这么突然间有一次她就 daddy you're going again， 我说 yes， 她就突然间就很突然的，哇，我那一刹那真的是对，哇，很难拿着那个行李这样走出家门，刺穿你的心这样。对，那一趟是我最痛苦的一次。我每一趟都。我跟你讲一个故事，特别好笑。我的儿子在几岁的时候？2岁。2岁。因为我看他很辛苦嘛，我就说把孩子交给妈妈，暂时看5天，我们去马代。第一个晚上刚刚到感觉没有事情哦，然后要睡觉了，关到，我突然间听到。我又怀疑是鬼，你知道吗？我真的以为是鬼呢。我赶快开灯，你知道吗？我看他背着我，他的
肩膀在抽，原来是他。哦，我就问他什么事？这样呢？我说好，去看电话，你的电话有照片，去看他。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老婆蹲的这么狼狈的，穿着一个睡衣，她这样在那边。没有这样啦。哇，讨厌。这个是没有人看见的，哭了啦。对。讨厌。然后我就好，马上回。其实，当妈妈的心都是这样的，对就都会牵挂自己的儿子。对，像你走这么久，你妈妈一定会很想你。我妈妈也是，她难过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看到，哦，很坚强。我应该可以算是严格来讲啦，从出道到现在，我是第一次回来多过1个月。哇，是哦，第一次，因为我在之前每一次回来都是2、3天。最忙的时候其实回不了家的，就是即使回到新加坡了，但是因为工作还是住饭店。唯一回家的时候是过年，过年最多也是5、6天，就要回去。有时候过年都没有回来，所以基本上18年第一次真正回来，感觉到我在家了。 18年，哇，我们很少会表达我们的那些心酸，因为很少人会体会到。但是今天就突然发觉到，哎，明顺大哥、文芳姐，其实他们也能体会我跟俊权在国外工作的那种心酸，所以很开心哦，交到这2位新朋友。很开心今天能够有多一次机会一起合作来上他的节目，因为之前我们是一起拍摄 MV， 还是相对专业的一个环境，但今天就是真的交朋友了，而且可以见识他的厨艺，我觉得可以向他学习这个好爸爸、好老公、好男人。 哇，写2张啊！你在家没有话跟我讲咩？啊！亲爱的老公，每一次吃到你亲手煮的菜，我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你是地表最棒的厨师。哇，我老婆真的，她演戏从来不 over 的，就是很舒服、刚刚好的那种。但是她一吃到我的菜的表情就是 over， 常常 overact。 第一个就是声音 overact， 哇，表情第2个 overact， 但是我了解你为什么这样，是给我鼓励。当你想我们的时候，要知道我和 Z 同样的想你。放心的去闯，我会好好的守护这个家，我和 Z 永远在这里等你回家。你看你又弄我要，真的非常感谢你 ，OK， 谢谢你，把这些教得这么好，把这些照顾得这么好。俊阳，明顺大哥，你永远是我的偶像 idol。哎，真的吗？据我所知，好像是我老婆才是你的偶像哦。OK 啦啊，爱屋及乌了啊，好不好？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永远支持你，加油大哥 ，Love you。声音这样好听，一定要支持的吗？一起上节目很开心，也很羡慕你，人生很圆满。你很圆满好不好？你的成功、你的成就、你的事业是我们羡慕的。希望有更多机会一起交流，碰撞出更多有意义的作品，带给大家正能量。继续一起加油，有缘再见，谢谢你。讲真的，我真的是非常感激。其实要在新加坡的节目看到他们，真的是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他们的档期在其他地方已经排得很满，要请到他们真的是很难。所以你看，今天真的是赚到了，大惊大喜，大惊喜，今天赚很大啦啊，生意兴隆啊！我们现在拍60年代的家庭照，来。哇，你比阿公还要阿公呢，直接跳去90年代，90年代怎样？2050，我飞起来了，飞起来了。